我如果告诉你，我是从垃圾桶里捡来的，你信不信？这是真的。43年前的今天，1981年的农历的3月初1，我被我妈从垃圾桶里捡了起来，于是才有了43年之后的我。我妈捡到我的时候，是在我们镇医院的垃圾桶里。那是一个凌晨，据我妈说，晚上的气温很低，可能就6、7度。当时我7个月，引产存活，但我确实是我妈亲生的儿子。我爸跟我妈是可以生2个孩子的，但是我姐姐必须年满4周岁。我出生的时候，我姐姐只有3岁7个月，我妈就被送到了医院，然后强制引产，给她打了至少2针催产的针，2针都从肚皮穿刺，从我的右耳朵的这个地方打进去，然后在1981年的3月初1的凌晨，我就生下来了。我就被医生跟护士丢到了医院走廊尽头的一个垃圾桶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妈听到了一个孩子的哭声，就是我的哭声。当时我妈说，在那个时间段，只有她生下了一个孩子，就是我。然后她觉得就是我的哭声，于是她从病房的产床上翻下了床，爬行了几十米，顺着墙边，拉翻了垃圾桶，把冰凉的我揣在她的怀里。然后爬回了病房，揣了我一整夜，我的体温才恢复过来。我妈说，当时的这个产房里，除了她之外没有别人，因为医生觉得我应该是第2天早上降生的。我父亲回家了，然后没人陪护。第2天早上，我父亲到医院的时候，看见了一个彻头彻尾的黄种人，一个黄种人的婴儿。为什么说是一个黄种人的婴儿？因为我浑身都是黄的，连白眼珠都是黄的。我判断可能是因为新生儿的黄疸跟药物中毒。我妈说，当时所有的人都劝他不能要我了，因为第一，能不能活下来不知道；第二，活下来的这个孩子是一个正常的孩子，还是一个傻子，也不知道。但是我妈说，她自己生下来的孩子，她必须要抱回去。然后在我出生的几天后，我就被抱回去了。我能活下来要感谢很多人，
最要感谢的是我们村里的一位姓张的老医生，他已经故去了，姓张，叫张春生，跟我爷爷关系很好。从我回家之后100天内，这位老医生给我开了很多药，我每天要洗2遍澡，我妈在吃着熬着这个汤药给我解毒。我以前跟很少的一些朋友讲到这段故事的时候，我都是笑着说的。但是今天我笑不出来，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。我在想，43年前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妈该有多么的无助。我的名字是出生很久之后才取的，按照我们当地的风俗，小孩出生3天之内一定要取名字，但是因为家里人担心孩子养不活，所以在等到满月的时候才给我取名字。我其实有2个名字，大家知道的康少健这3个字是我的学名，少健其实是谐音少见。我还有一个名字，在当地你如果问当地的人康少健是谁，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，但是你如果问康计划是谁，绝大部分的人都知道。计划这个名字是我爷爷跟我姥爷取的，2位老人商量了2天，说因为这个孩子是计划生育存活的孩子，所以我们就给他取名计划。少健这个名字是我父亲取的，我是少字辈儿，但是不是少年的这个少，是绍兴的绍，我父亲就把它改过来。这2个名字加起来什么意思嘞？就是我是一个很少见的在计划生育里头引产存活下来的孩子。很多人讲，一个孩子的生日就是母难日。小时候我不懂，现在我是深切的体会到了这一点。在1981年的3月初1，我妈为了生我，忍受了多大的痛苦，我当时不知道，现在想一想，都难以想象。因为出生的太早，才7个月，所以我小时候身体很弱。到快1岁的时候，我的双脚都是外翻的，所以在睡觉的时候，我妈为了矫正我的腿，趁我睡着的时候，把我的腿用木棍绑着，让它变直。这就是母爱的伟大。因为生我，我妈落下了一身的病痛。以前她的身体是很好的。我小时候，
我妈经常会晕倒，也经常会有各种小的这种病痛，因为那时候医疗条件也不好。请原谅我失态了，大家。所以我从小就是我们镇的名人。很多人小时候见到我，都会说：“你这个捡来的孩子，没想到还长得这么好，没想到你还是学霸。”然后更没想到我成了我们村第一个7、8年以后考上大学的本科生，也没想到我成了我们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人。那个年代，要走出大山是真的太艰难了。但是他们也更没想到，我在城市工作那么久之后再回来了啊。我们家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，因为是超生的。那个时候我出生的那一年还没有完全包产到户，所以那一年我们家所有的工分都被扣完了，然后没有工分就没有粮食，然后我爷爷、我姥爷就只能找别人去借粮食。那种条件生我，我妈的奶水不足，我爸爸就想方设法买到了奶粉，让我喝牛奶。那个年代能喝到奶粉是很奢侈的啊。我在5岁之前，我的右耳朵上面都有一道针孔，没有愈合，能看见有一个针孔。5岁之后它才长霉，那就是2针从我妈肚皮上穿刺扎进我脑袋造成的。可是奇怪的是，我好像并不傻，所以有时候我时常去想，就是际遇跟造化这件事情是很神奇的。很多看似不好的情况下，反倒并不会给你带来太坏的结果。比如说，我们家里的人做梦也没有想到，虽然我小时候体弱，但是后来我的身体很好，然后我学习成绩也很好，在我工作的时候，我也能挣得我应有的荣誉。我今天回忆这些，并不是想痛斥什么，我只是突然想到，我妈因为生我而承受了那么多的苦难，有必要让大家知道。我也觉得我有必要告诉大家，我有2个名字，一个叫少健，一个叫计划。